太子娶我是看中我与世无争的性格，他要我答应他，待我姐姐回心转意回来，我就让出太子妃的位置。可他哪里懂，不争便是最大的争。婚后，无论是前朝还是内院，我都为他鞠躬尽瘁，甚至几次为他险些丧命。姐姐回来那日，我按照约定脱下太子妃的服饰，交出凤印，他却开始犹豫不决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娘是大夫人费心挑选出来和我爹宠妾打擂台的棋子，她色艺双绝，却又出身官家，足以让我爹动心。大夫人在我爹最迷恋我娘的时候，给了我娘一种维持美貌却有剧毒的药。她要我娘学李夫人，临死前将自己最美最温柔的一面留给我爹。我娘只管死，后面的菊大夫人早就为宠妾不好了。果然，阿娘一死，我爹震怒，一路查到底，在相府风光了近10年的宠妾被打得半死发卖了出去，连带着他的子嗣都失了宠，被我爹赶去了外院。戴夫人一箭双雕，无比畅快，他守了许给我娘的诺，3两滴泪下去，就顺利地将我要去了抚养。我记在了他名下，做了相府嫡出的2小姐，他又得了一个好名声，还得了我爹的心。一箭4雕，他跪着和菩萨谢恩，又哭又笑，像个疯子。我娘死时是开心的，是解脱的。他抓着我的手，贴在他冰冷的脸颊上，他嘴角朝外渗血，眼睛却温柔开心地看着我，像是做了很棒的事情，想要求得夸奖的小孩，可爱又可怜。我的阿蝉日后长大了，不用作为父兄前程铺路的草芥，我的阿蝉可以念书，可以嫁一个心爱的如意郎君，欢欢喜喜过一世了。这一刻，他眼里都是期盼，对我未来坦途的期盼。可是娘，女子一生哪里有坦途？为妻、为妾、为奴、为婢，不都是在男人的附庸下苟活？我第一次见到太子李明昭，是他和我姐姐江明月定下婚事的时候。那时我就知道，哪怕是不择手段，用尽心机，我也要嫁给他，因为他是我为自己选的脚踏实。我要踩着他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爬到最高的位置。从此以后，我江蝉说1是1，说2是2，谁也不能再来利用我、奴役我、欺辱我、践踏我。很高兴，老天爷怜惜我一回。江明月被大夫人惯坏了，她颇为离经叛道。她喜爱杂书，尤其是江湖气的，便也仰慕里面的主人公。泛舟湖上，女扮男装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乃至于追求真爱。起先我爹气了个半死，关他禁闭，罚他抄书，藤条打断3根，不改他治。他不是翻上屋顶，就是爬窗。我爹气病了几次，长吁短叹，而我一直恪守贵女典范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脾性面貌都是上乘。我爹怕姐姐日后嫁给李明昭惹出祸事，便同李明昭商议退婚或是换亲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如擂鼓。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，我这些年起早贪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终于能够被我爹拿出手来，放到台面前称赞。我看着手上一层层的厚茧，莫名有些热泪盈眶。直到李明昭斩钉截铁说出那句：姑觉得明月是极好的，与京中这些女子都不同，她们死气沉沉，行将就木一般古板，哪有明月的半点活泼可爱，直率天真。姑喜欢明月这样，也能让她一辈子这样，伯父不必担忧，姑会护好她这份来之不易的真性情。原来江明月将我压在地上倒马骑是活泼，逼我与狗争食是可爱，偷偷换掉我的药，害我差点身亡是直率，将我摁在水缸里，记录我多久会窒息而死是天真。老天爷，你真的好不公平。我爹沉默半晌后，不死心道：我二女江蝉是京中闺秀典范，琴棋书画样样好，各位夫人都赞过，连皇后娘娘都说她端庄大方，庄重得体，日后会是个好夫人。李明昭毫不留情地拒绝，将我的所有全都否定。至于2小姐，她同姑院子里那些假山摆设的石头并无两样。她的确是闺秀模范，可与姑而言，不过是一块没有自己看法想法的石头罢了，一生只能任人摆布。这样的女子，犹如夏季的蝉，比比皆是。姑只要独一无二的明月，
那一夜，我久坐在娘牌位前，看线香燃尽，看天方既白，看我失去的勇气如同死灰复燃，在我面前噼啪绽出火光。缠活8日，向死而生，不到最后一刻都有变数。我不能认输，率先怯场。我爹得了李明昭的许诺，不再拘着江明月，任由他做天做地的胡闹。即使他因丫鬟没端稳滚烫的茶水，洒到他最喜欢的那件裙裾上，便挥剑斩了丫鬟双手。我站在一旁，惊骇得僵硬全身。他掸了掸剑上血迹，无视丫鬟倒在地上痛哭哀嚎的声音，指着裙裾上那点湿润，居高临下地对我说：“舔干净。”我没有拒绝，1秒都没有，舔得干干净净。他笑得前仰后合，说我像条狗。我只能忍着卖笑。没有能力和权势以前，所有的清高脾气都是催命符。我顺利的大病一场，高烧不退。与此同时，长安街上，小王爷设了擂台比武。获胜的那人叫赵穗，不仅能百步穿杨，还剑术奇绝。他一个白丁出身，竟然将一众贵族王孙打得落花流水。他潇洒地赢得了比赛，有围观的姑娘大胆示爱。他不为所动，坦然道：“我心有所属，不能娶你。”姑娘问他心属何人，他答：“江家明月。”此言一出，关于江明月的追捧羡慕又多了许多。世人总以男人爱慕的数量来确定这个女子某些方面的成功。江明月喜爱剑术，求人切磋一直都不尽兴。陪练的师傅自然不敢真的和他打。他性情无常，动起怒来，杀人也不是没有过。他策马去找那个在大庭广众之下敢公然对他示爱的男人。要知道，自从他与李明昭定下婚事后，全京城的男子都离他远运的。他还没有见过这样大胆的人。他开始对他好奇起来。赵穗是与李明昭完全不同的人。李明昭是皇储，是被寄予厚望的人君。他说我的那些话，何尝不是在说他被摆布的一生？可赵穗不一样，他是个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的剑客。这层身份足够风流，足够迷惑住一个只在画本里看异于江湖的闺中女子。赵穗3言2句便将人间风月勾勒在江明月眼前，让他心向往之。元宵那日，江明月因为与赵穗私下见面，被父亲关在家中行了家法。这一次依旧打断藤条，他治也依旧不改。闹事最锣鼓喧天时，相府一片死寂。赵穗在相府的后墙，离江明月最近的地方放起百盏孔明灯，灯火如昼。他翻墙抱起眼眶通红的江明月，在房檐上俯瞰人间盛景。长安街上摩肩接踵，江明月看大鳌山走散，被几个拐子逼入墙角调戏。英雄救美的剧本落到现实，赵穗从天而降。自此他芳心暗许，与他浪迹天涯。江明月沉浸在少女怀春的头次心动里，他忘记了那个被他斩断双手、苦苦哀求他饶命的小丫鬟曾告诉过他，奴婢有一个在终南山学剑的未婚夫，可厉害了。等他学成归来，就会来相府娶我了。到时候我这个小丫鬟也能做一次漂漂亮亮的新娘子里。可小丫鬟最终还是死在了失去双手的那夜。江明月几夜未归，爹和大夫人心知肚明，却又不敢相信自己宠溺多年的女儿会做出这种有辱门楣的事情来。相府里一团乱，我爹按住了外面的风声，只说江明月出门游历，绝口不许人提私奔。爹与大夫人大吵一架，还动了手。奔则为妾，你养的好女儿。而我的一场重病也在此刻好的差不多。纸包不住火，江明月婚前出京游历的消息还是传到了皇后耳朵里。皇后大怒，命画师画出在京官员待嫁女儿的画像，要为太子重新挑选一位端庄守礼的太子妃。一段10日未见，李明昭憔悴了许多。得知没有江明月的下落，他眼里有些失落。我爹见那些画像里没有我，心知皇后厌了江家人，他有些慌了。他盯着我与娘亲7分像的脸，突然松了口气。美貌是你娘给你留下的唯一东西，你要好好利用。我柔顺地垂头应好。我爹再一次和李明昭提起了我，而这一次李明昭疲惫的点头，答应见我一面。与之前不同，
这一次，我爹命人将我盛装打扮，我像一件礼物被送到李明昭面前，凭他决定去留。他看着我，有一瞬的恍神，但却没有感情。沉默许久后，他冷漠开口：“只要你答应姑，等你姐姐回来后，你愿意让出太子妃之位，姑便娶你。你无需担心，届时你依旧是姑的侧妃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说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：“臣女答应殿下，到时候殿下能否放臣女离开东宫？我有所爱之人，也有想去的地方。”他松了口气，卸下防备：“如此甚好。”皇后见太子选了我，并没有为难我，反而笑着将自己耳垂上的东珠耳当摘下送给了我。“是你，本宫倒还安心些。”李明昭来接我时，见到我耳上佩戴的耳当，皱了皱眉：“这本是属于明月的东西，你如今只是代为保管，不要生不该生的念头。”我不卑不亢道：“皇后所赐，臣女不敢辞。殿下与旁人而言是高不可攀，于我而言只是一个合作伙伴而已。殿下看不上我，我也没看上殿下。”他气得红了脸，冷笑几声，拂袖而去。而我朝着和他相反的方向走去，步履不停，不曾回头。没几步，李明昭策马返回，将我捞到马上，拥在怀里同骑。他咬牙切齿：“江蝉，你好极了！你知不知道，连你姐姐都不敢这么和我说话。”他气疯了，居然忘了自称姑，而是我。大婚当晚，李明昭饮了许多的酒，他掀开盖头，捧着我的脸，喊了一夜江明月的名字。说不难过，那是假的，毕竟这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的新婚夜。我看着李明昭俊朗的眉目，我牢牢记住了这张脸的冷漠无情，我永远都不会为之动心。皇后派来领元怕的崔姑姑和陛下派来送贺礼的周公公，被喝醉了酒发酒疯的李明昭轰了出去。他们在门外等到半夜，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脸色难看起来。更深露重，我咽下所有的情绪，自己卸下钗环。扶醉酒的李明昭上榻后，我走出房门，笑着对崔姑姑和周公公说道：“今日是殿下的喜事，殿下高兴就多饮了些。前段时日陛下出行，让殿下监国，如今陛下回来了，殿下没休息半日，又来忙婚事。殿下从昨日起就开始发烧，撑到现在，昏睡过去了，绝不是有意怠慢二位。”我将袖口里准备的银票塞入崔姑姑和周公公手里。我让人在前院为二位备了酒席，姑姑等上一等，知道你爱听戏，已经着人去请了。姑姑先去，我留周公公有些话说。崔姑姑喜上眉梢，满意的看了我一眼。她是皇后的人，不管李明昭如何，她都会站在李明昭这一边。可周公公不是，周公公是陛下派来的人，无论他在宫里是否得宠，明日他都要去御前回话。李明昭正处在监国交权的关键节点，陛下正值壮年，谁也不知道陛下到底在想什么。朝中其他几位皇子也都是人中龙凤，李明昭的太子之位看着稳固，实则暗潮汹涌，随时有被替代的风险。若是陛下心里不舒服李明昭这次监国时落下的好名声，周公公又记恨了李明昭今晚的所作所为，明日向陛下回禀的时候，一两句话回的意思不对，被有心人煽风点火，李明昭定会触怒陛下，遭到贬斥，落一个自虽跋扈不敬皇恩的罪名。我笑着将一张房契和一张身契放在了周公公手里。昨日入宫听人说了一嘴，才知公公有了难处，正在四处凑钱赎妹子。我虽没有兄弟姐妹傍身，却也知道血亲分离的痛苦。如今只想略尽绵薄之力，还望明日陛下问起殿下，公公美言两句。周公公看着自家亲妹的身契，泪如雨下。太子妃，奴才却知不公了，但这房契奴才不能要。我无奈道：你妹妹出来，总要地方安顿，何苦拒我？周公公擦了把泪：太子妃仁义，奴才不过是宫里一个小小的奴才，怎配您如此费心？我笑了笑，举手之劳能帮到你们兄妹，便是我积德行善了。周公公走后，我让人将陛下送来的贺礼好生收好。李明昭醒时，我正散着头发在窗边看账本。江明月跑了，
我爹将被给他的所有陪嫁都给了我。大夫人不甘心，出嫁前在我耳边恨声道：养虎为患，等我女儿回来，你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。养虎为患的道理，他明白得太晚了。他不该看不起我的。已经5更天了，再过一刻，我和李明昭就要去宫里向陛下皇后问安。宿醉后的李明昭眼里都是血丝，他坐在床榻上，脑袋难受地看着我，等着我去给他穿靴戴帽。我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。他久等我不过去，有些生气地走到我面前坐下，敲了敲桌面，给姑倒茶。我瞥了眼他修长白皙的手指，收回目光。茶壶里有。他沉下脸，姑是太子。我抬眸睨了他一眼，我是你10里红妆娶回来的太子妃，上了玉蝶的，不是你买回来的丫头。他哼了声，怒冲冲的自己倒了口凉茶喝了下去。趁他喝水的时候，我将昨晚周公公的事情原封不动地和他讲述了一遍。他脸色突然凝重起来，看我的目光带了些审视。我目光坦然地看着他。李明昭，我做1天的太子妃，就会恪守1天我的职责，扶持你。夫妻1天，你我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尊重你，你也要好好尊重我。最后，打点的钱还有房契赎身的钱，都是我的陪嫁，你要还给我的。他没忍住，手握成拳，抵着额头，笑出了声来。姑好歹是一国储君，难道会赖你一个小女子的账吗？我心里松了口气。他没有责怪我自作主张，也没有怪我干政，那便说明他满意我的做法。这一步棋，我下对了。我搁下笔，看向他，笑得眉眼弯弯。他含笑与我目光对视片刻，睫毛颤了颤，很快移开。出发前，李明昭在凉水桶里抛了2炷香，出来时手是冰凉的，脸却是滚烫的，呈现不正常的红。他打好几个喷嚏，心烦意乱地对我说：你现在是姑的太子妃了，以后你得看着姑，不许姑多喝酒，更不许姑发酒疯。喝酒误事，周公公是个没什么权势的小太监，你又刚好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撞上他有难处了。若是昨晚来的是父皇身边受宠的太监，只怕姑今日少不得被父皇责骂，少说也要禁足一段日子了。不该饮酒的。我忧愁的蹙眉，点了点头，俯身靠近他，额头抵上他的额头。他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我担忧道：好烫。我催促车夫赶车快一些，到了宫里就让太医给你看，可千万不能落下什么病根了。李明昭，你是不是很难受呀？你靠在我肩上睡一睡好不好？等睡醒就到了。他皱眉躲过我的触碰。干什么啊，江蝉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我们说好的，等你姐姐回来，你就要走的。姑喜欢的只有明月，你能不能自重？我强硬地掰过他的脸，严肃地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上，让毯子盖得更严实了些。你现在是我的夫君，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，否则你没命了，我还要为你守寡，我如何离开东宫去找我的心上人？你快睡一会儿，睡醒了就到了。小时候我生病的时候，我娘也这么对我的。他刚要说话，就又打了个喷嚏。他恹恹地埋在我颈窝里，眼皮子直打架，迷迷糊糊问我：你娘她还好吗？我轻轻地说：她很好呀，你也要好好的。李明昭，你现在在名义上是我最亲近最重要的人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啊。李明昭的脸瞬间更红了点，呼吸也更烫了些。你闭嘴。我忍着笑，无辜又担忧地关切他。那好吧，你还难不难受啊，李明昭？他艰难闭眼，不难受了。我压了声，明知故问：怎么有东西硌着我了？他瞬间恼羞成怒：你给姑闭嘴！他耳垂红得滴血，眼睛也水润润的，因为发烧，整个人变得虚弱起来。不得不说，他生了一张很好的皮囊。陛下看见步履趔趄需要我搀扶的李明昭时，沉重的脸色明显好了些。我与李明昭一起跪下叩头，李明昭直接晕倒在地上，额头都摔得出了血。陛下眼里那份不满消退，只剩下了焦急、震怒。宣太医，皇后在一侧松了口气。我便知道这招苦肉计用在了点上。事后，
皇后单独留下了我，她看着我的目光止不住的欢喜。本宫就知道，本宫没有看错人。她拍着我的手，你要早些和昭圆房，再为陛下生下第一个小皇孙，你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就保住了。下个月就是三皇子大婚了，可千万别让他们先你们一步生下了皇孙。最后一句已经带了威压，我惶恐地跪在地上。晨曦不敢欺瞒母后，殿下是不会碰我的。他之所以娶我，是为了让我替姐姐守住太子妃的位置。等日后姐姐回来，晨曦便会离开东宫。皇后气得拍桌，荒唐，真是荒唐！江明月这个小贱人到底给我招下了什么药了？你说，江明月到底去哪里了？我跪下叩头喊息怒，忐忑犹豫道：晨曦，不知。皇后攥紧了手看着我，冷笑：你起来，你不说，本宫自会查个明白。如今江明月不知去向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又懂事又识大体，你要趁他还未回来时，牢牢抓住昭儿的心。昭儿一旦动了心，旁的女子都不会入眼，本宫会帮你。我红着脸谢恩。等皇后查到江明月是和人私奔，即使再愤怒，她也会为了李明昭的名声将这件事情压下去。但是江明月这辈子都别想嫁入东宫了，即使做妾，皇后也不会同意。我要彻底堵死江明月所有的路，让她只能做一颗没有威胁的棋子，就如同她母亲当初对我娘那样。李明昭在我们的寝房里挂满了江明月的画像，他在警告我，也在警告自己动摇的心。即使再能管控情绪，这一刻我依旧被他羞辱到了。他看着我面无表情的目光有一刹那的慌乱。我将为他炖好的补药拿了出来，搁在桌子上。殿下早些用了吧。江禅，他追了出来，而我跑了出去。我在外面逛了许久，与乔装打扮的赵穗碰了面。他问我还要多久。很快很快了，我已经忍不住想杀了李明昭了。我到傍晚才回来，李明昭在门外等我，他风寒还没有好，脸色惨白。见到我时，一张死寂的脸有了些变化。他急切地抓住我的手，斥责道：你好大的胆子！你……我甩开他的手，默然道：殿下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我的去向你好像没有资格管。他冷笑两声，咳嗽不止。好，姑也不稀得管你，你的死活与姑没有任何干系。我与他四目相对，分毫不让。的确如此，我和李明昭分房了，这个消息一放出去，立刻席卷了京城女眷的圈子，我成了京中最新的笑料。我爹骂我不争气，不如江明月。大夫人高兴的胃口都好了许多。皇后斥责了李明昭，甚至还让人在我们的饮食里下了欢好的药，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。可我和李明昭依旧没有任何进展。每日我除了按时给李明昭送药膳和汤药，其余时候我们并不碰面。皇后将东宫的阴内务都交给了我，我处置了几个积年的老仆，打发了一些不服我管教的丫鬟婆子。他们哭到李明昭面前。李明昭冷冷道：内院的事情都归太子妃管束，太子妃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休要忤逆。若有不服者，即刻杖毙。自此我有了实权，我的地位更加稳固。可是还不够，很快我就迎来了新的机会。正旦伊始是各国来访朝贡的日子，梁国使者携太子来访。梁国太子是大梁百年难遇的琴艺高手，他来此是为了找人切磋。一连几位宫廷乐师都败在梁国太子手下，陛下脸色难看，连李明昭也抿紧了唇。梁国太子摇头轻蔑道：泱泱大庸，竟也不过如此。李明昭攥紧了拳头，我握住他的手，他全身僵硬，偏头看我，目光不由自主柔和了起来。怎么啦？我没有应他，而是起身向陛下道：父皇，儿媳愿一试。李明昭脸色沉了下去，他那几个对他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兄弟都在看他的笑话。可当我拨弄琴弦，发出第一个音时，所有人都闭上了嘴。梁国太子也收了笑，目光严峻起来。一曲终了，满是寂静，我起身向痴痴的梁国太子问安：太子殿下，
该你了。他摇了摇头，朝我笑得灿烂。不了，我能听见你的琴音，已经是三生有幸了。你让我知道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的道理。可是你年纪这样小，为何琴音如此难过？你不开心吗？他天真地看着我，目光澄澈。我发自内心地笑了笑。他是第一个能听懂我琴音的人，也是第一个让我折服的琴师。我不由对他有了些好感。太子殿下能懂我的琴音，是我今日来最开心的事情。他抚掌，问陛下能否拜我为师，同我一起学琴。李明昭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。我藏起眼里的笑，拒绝了他。我已嫁为人妇，恐有不便。他失望地叹息，是我来晚了。李明昭刚刚明媚点的脸色顿时又黑了下去。我回到李明昭身侧，他压低声音问我，怎么从来不曾听你说起你琴艺这样好？我将手掌摊开给他看。大婚当日，你将我从花轿里牵出来的时候，说我的手掌粗糙难看，不如姐姐的柔和细腻。可是李明昭，这些挑破的后茧和水泡，都是我辛勤的见证。你说的，你只要独一无二的明月，我是夏季随处可见的蝉。我同你院子里那些假山摆设的石头并无两样，我只是一块没有自己看法想法的石头罢了，一生只能任人摆布。这些都是你说出来的话，你从来都蔑视我，看低我，你从来不曾了解过我。他张了张口，想要解释，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我抬起泛红的眼睛，朝他笑了笑。我骗了你，李明昭，我的心上人是你，我喜欢你很多年了。他如遭雷击，我一字一顿。但现在我不想再喜欢你了，你休了我吧。李明昭不同意休妻。现在这个关键节点，他要是休妻，他那几个兄弟怎么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参奏他？他试图拿家族压我。我淡漠道，李明昭，我娘死了。江明月的娘拿我的性命威胁我娘，我娘喝了戴夫人给的药，在我6岁时就死了。你以为我是怎么被记到戴夫人名下的？他哑口无言，好半晌道，你爹总是疼你的，你在相府长大，他们费心栽培你，你也要报恩是不是？我冷笑道，李明昭，你派人去问一问我这些年是如何在你心上人手里讨生活的。我在相府与狗争食，江明月对我动辄打骂，我连饭都吃不饱。你知不知道，要不是我命硬，我早就被江明月打死了。他反驳我，不可能，明月心善，连蚂蚁都舍不得才死，怎会待你不好？他在我面前一直都说你是他最疼爱的妹妹，你怎能如此诋毁他？他要是想害你，又怎会让你有机会学得这样好的琴技？我失望道，因为我是他的替身，他需要表演才艺时，就会用屏风隔挡，换我替他。因为我爹需要我这个女儿为他的儿子铺路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会信我。但是李明昭，你能不能去查一查，就一次，行不行？我话音刚落，一支羽箭从破窗而入，我眼疾手快推开李明昭，挡了上去，一箭正中我心肺。赵穗的箭的确很准。一夜之间，李明昭沧桑了许多，下巴胡子拉碴。我睡在了我们大婚的寝房，他眼眶通红，握紧我的手不肯松开。见我醒来，他努了努嘴，艰难道，对不起。我便知道他去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查到的只会比我说的更严重，更恶劣。这样一个被世人称赞的人君，如何能去接受自己喜欢了许多年的人是一个虐杀下人、折磨姊妹的恶鬼？他心里的神像坍塌，他快崩溃了。但我没有给他时间，让他缓缓。赵穗将被斩断双手的江明月丢在了东宫门外。这一次，李明昭并未留下昏迷不醒的江明月，甚至不曾关心他的伤势，而是命人将他送回了相府。醒来后的江明月像个疯子一样大哭大闹，得知我嫁给李明昭后，更是癫狂地咒骂我。戴夫人请来无数名医救治江明月，得知能用身躯差不多的女子的手接上经脉衔接双手时，更是全程寻找合适的人。京兆尹将此事报给李明昭，李明昭怒不可遏，草菅人命，简直荒唐。江明月哭着问他，你变心了是不是？你爱上他了是不是？
你不在意我的死活了是不是？李明钊冷冷地看着他，姑爱的真的是你吗？江明月，你骗得姑好惨，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我每日的药都是李明钊亲自煎的，剑伤在胸口以下，每日都要人换药。我捏紧衣襟，怒目瞪着李明钊，有丫鬟为什么要你？他义正言辞，我是你夫君。我哼了声，江明月已经回来了。我指了指小脊上的凤印，我该走了。他轻易地推开我的手，脱下我的衣衫，替我换药。你去哪里？找你的心上人吗？但你的心上人不是我吗？他无赖似的同我笑。我就在这里啊，夫人。他掰过我的下巴，亲了亲我的唇。别走，好不好？我泪如雨下。用兵之道，攻心未上。原来这样艰难啊，竟要用命来搏。我查出身孕那天，李明钊高兴不已，江明月气得在家发疯。我娘家的兄弟少见地上我的门，要见我。侄女如今都是太子妃了，怎么也不帮帮舅舅们，一点儿也不像你娘。我坐在价值千金的太师椅上，喝着价值千金的茶，轻飘飘对着侍卫道：他们惊了本宫的胎，赐死吧。李明钊来时，他们只剩下了一口气。他们向李明钊求饶，李明钊只愤怒道：拖出去打，别脏了太子妃的眼。我看向他，笑道：殿下不愿我草菅人命。李明钊扶着我的腰坐下，这二人当初为了还赌债卖了你娘，间接害死你娘，后来卖了妻子，又卖了女儿，本来已经流落到京城外行乞，是江明月母亲将他们寻回京的。我低下头，眨了眨眼，忍住眼泪。李明钊，总有一天我会杀了大夫人的。他捧着我的脸，轻轻替我擦去眼泪，哄着我：那我做你的刀，为你撑腰好不好？好啊。那你能不能为我去死啊，李明钊？我其实真的很讨厌你。我抢在三皇子前生下了小皇孙，陛下很开心。其实他开不开心已经不重要了。他人到中年，愈发宠爱贵妃所生的三皇子，皇后已经忍无可忍了。当时受了我恩情的周公公，有了皇后的提携，一路在御前扶摇直上，已经做到了陛下身边贴身总管的位置。他每一日都会派人告知我陛下的身体状况，要我做好准备应对。陛下骤然薨逝后，有了周公公做内应，李明钊顺利继位。皇后眼疾手快，立即处死贵妃。预备杀了三皇子时，却被李明钊阻拦。他们母子二人大吵一架。皇后怒道：妇人之仁，放虎归山，迟早酿成大祸。可李明钊一意孤行，不顾群臣反对，饶了三皇子一命，要他前往封地就藩。李明钊心情不好，同我说起这事时，我同皇后是一样的看法，却只能宽慰他。他埋在我的颈窝里，像是被抛弃的小兽。阿禅，还好有你，还好你明白我。其实我根本不明白他。换了我做皇帝，我第一个杀的就是威胁我皇位的人，才不会像他一样蠢。果然，不出3月，三皇子联合旧部造反，大军一路北上，过往州县，死伤无数，百姓怨声载道。李明钊愁白了头发，他适合治国，却不适合打仗。这场战役赢得艰难，朝中折了几名大将，士兵丧命者不计其数。群臣上书要李明钊做罪己诏，各种威压之下，李明钊一病不起。是我替他批改奏折，是我为他安抚群臣，是我在百姓群臣前替他做的罪己诏。我让孩子陪伴他，自己则替他稳固朝堂。慢慢的，他发现没有他，朝堂也能运转。慢慢的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我培养了许多心腹。我的野心一日比一日大。原来这便是权势的滋味。翻手为云，覆手雨，就连我爹都得来跪我。赵遂击鼓鸣冤，为他死去的未婚妻丹桂求公道，状告江明月杀人。丹桂并非相府的家生子，也并不是签了死契的丫鬟，江明月是无权杀害他的。我爹在朝堂上脸色无比难看，险些没拿稳护板，一派胡言。李明钊无心朝政，如今已经是我监国，
我爹胸有成竹，认定我会处罚赵岁。娘娘，此人信口雌黄潘无尘的女儿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我单声笑道：是吗？本宫怎么记得确有其事？江明月斩断丹桂双手时，本宫好像就在旁边，亲眼目睹。丞相是觉得本宫会说谎吗？你我贵高权重，更要恪守礼法，万不可包庇自家人，让百姓寒心啊！我爹嘴唇颤抖，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我。这一刻，他才明白，我从来不是他手里的棋子，我的乖顺都是装的。送我入东宫，是他这辈子做的最错的选择。我不会成为江家男丁后生进朝堂的铺路石，我是江家的催命符。可这都是他们自找的。与三皇子的一战，对李明昭的打击太大，他夜夜梦魇，越发的依赖我，离不开我。每日我走之前，他都会抓着我的手，像小猫一样求我：阿婵，你别走，别走好不好？你再抱抱我，抱抱我。他会哭，会流泪，会求我爱他。他母后因他一病不起，往日支持他的群臣都离他而去。他困在这深宫里，困在他仁慈之下的失败中，只有我和我们的孩子陪着他。他现在能握住的，只有我的手。可我只是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，推开了他，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同他温柔道：李明昭，我要去杀人了。你会在我回来的时候做好饭，等我和阿乌用饭的，对吗？他点头，惶惑地祈求我：阿婵，你早些回来，我在等你。我有些愉悦地摸了摸他的脸。李明昭，我突然不想要你死了，你陪着我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好无聊的。他乖乖地点头。好啊，阿婵，我陪着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让人停了给李明昭的5弹伞，再用下去，他就要变成傻子了，那就太没有意思了。我许久没有到江家来过了。我将我娘的牌位包好，命人放在了太庙里。戴夫人见到我，并不起身迎接我，也不行礼问安，她还是同以前每一次一样，看我的眼神嫌弃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。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拨弄着眼前的茶盖，轻声笑了笑。丹桂的双手是江明月斩断的，但不许人来医治，让他高烧而死的人是你。当初你是怎么和我娘做的交换？你拿我的性命虔诚逼他自杀。你是守诺的人，我也是。你死了，江明月就能活。你若是不死，江明月可就要死了。一旁被侍卫按着的江明月急出了眼泪。被打掉2颗牙齿后，他已经不敢骂我了。他恐慌地看着他娘，眼泪一滴滴朝下落。娘，你救我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。大夫人盯着我，笑得咬牙切齿。一个残疾的女儿而已，皇后娘娘要杀就杀了。我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她活着，除了让我被人耻笑，丢尽脸面，还有什么作用呢？不知不觉间，他看江明月的眼神已经带了恨意。若不是他犯蠢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离经叛道的事情，我怎会失宠他爹？你又怎会嫁给太子，还做了皇后？他害了我一辈子，你杀了他吧，也算是为我抚养你这些年还了。大夫人拎着手里的佛珠，起身出了门。江明月崩溃地倒在地上，抓住他的裤脚，涕泗横流。娘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他娘一个贱妾，都愿意为了他去死。娘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我以后都听你的话。戴夫人一脚踹在他的心口上，江明月倒地呕血不止。扶不起的阿斗。他忍无可忍，抓住江明月的肩膀，狰狞道：你怎么能是我的女儿？我怎么能生出你这种女儿来？他头也不回地离开，任由江明月哭喊，却也没有回过头。我饮完手里的茶，叹了口气，无辜地看向江明月：你娘不愿意为你去死，你只能自己去死了。他被捂住嘴，带去了赵玉。走之前，我爹拦住了我：你要报你娘的仇，杀了他们母女都行，可你别忘了，你姓江，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。没了江家，你的皇后之位能坐稳吗？我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。江明月该死，大夫人也该死，可最该死的还是你这个始作俑者，不是吗？那你便看看，没了江家，
我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？他难以置信，气晕前，嘴唇颤抖抽搐。忤逆不孝，忤逆不孝！你竟敢打我！说罢，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回宫后不久，赵遂便来找我了。他斩断了大夫人的双手，将她丢入破庙里，自生自灭。我按照约定，封丹桂做了县主，一个死后的虚名而已，对我来说无关痛痒。赵遂捧着丹桂的牌位拜了堂，真好，他的未婚妻不再是任人欺辱的小丫鬟了。他曾答应过他，会为他正功名，替他脱奴籍的，他做到了。可惜太晚了。我少见的饮酒，李明昭也少见的清醒。我们坐在亭子里看朦胧的月色。我羡慕丹桂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我娘，我娘待我很好。李明昭为我擦泪，不用羡慕他，我就在这里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，阿产。我摇头，泪如雨下。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赵遂爱丹桂，爱丹桂的所有，他从不曾羞辱讥讽丹桂。可是李明昭，你总是嫌弃我。他慌乱地解释，那是以前啊，阿产，我们还有以后，我那时不懂你不爱你，如今我爱你，我也懂你了，我们为何不能好好过？我们还有阿吴，近日我停了五弹伞，也不再梦魇。夜色下，黑影晃动，刺客一剑斩下时，李明昭双手握住了剑刃，血流如注。阿产，你快走！我怔怔地看着这荒诞可笑的一幕，直到李明昭死在我面前，赵遂就吓了我。我抱着膝盖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李明昭狼藉的死相，喃喃自语：好奇怪，这样懦弱的人竟然会为我去死。赵遂收了剑，他只是心软，并非懦弱。娘娘，起风了。是啊，起风了。替我披上大氅的夫君死了，也不会再有人等我回来用饭了。刺客是我爹派来杀我的，我死了，他能扶持我的孩子坐上皇位，携幼主把控朝政了。他被我一杯毒酒了结，倒是死得轻易。从此江家家主一主二房。不久后，又到了1年1度的各国使臣来贺的日子。梁国太子一如往昔，天真单纯。他拨弄琴弦，这2年我日夜不停地练习，今日终于能奏给娘娘听了。我不由得莞尔一笑，日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过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